麦麦和狐狸猫刚看完超人的电影，兴奋地讨论着电影里未完的最后一幕。超人从前方的一小面镜子中看到斜后方有一个正在接近他的怪物。狐狸猫很好奇，超人可以如何消灭这只怪物呢？麦麦兴奋地提出了一个主意：超人的眼睛不是可以借由发射光线来烧毁坏蛋吗？那么或许超人可以透过那一小面镜子，将眼睛发射出的光线反射，反射后的光就会照到后方的怪物，如此一来就可以消灭它了。狐狸猫觉得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不过还有一个未解的问题，超人怎么知道要从哪个角度射出眼睛的光线呢？光的反射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狐狸猫们决定来做个实验，观察光的反射现象。麦麦拿出一台能发射光束的机器及一面镜子，将发射的光线以某个角度打向镜子，并在另一侧观察由镜子反射出去的光线。狐狸猫们发现，随着不断移动入射光线的角度，反射出去的光线角度也不断的在改变。不过，要如何精确的描述这样的现象呢？身为狐狸猫好朋友的你，会选择怎么样的描述方法呢？其实，科学家们在描述自然界的现象时，会借由定义一些物理量，也就是一些能测量的量来描述现象。因为当我们把想要描述的现象转化成具体的数值时，就可以更精确的去描述，甚至是比较各个数值的大小了。那么科学家定义了哪些物理量来描述光的反射现象呢？首先，将光的轨迹以射线表示，入射光线的轨迹以入射线表示，反射光线则以反射线表示，并且也定义了一条通过反射点并与反射面垂直的线，称作法线。而入射线与法线的夹角就叫做入射角，反射线与法线的夹角则是反射角。藉由这样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用角度来精确地描述光的反射现象了。科学家们发现，光的反射总是遵循着入射角与反射角相等的规则，并且入射线、反射线和法线都在同一个平面上。科学家将这个观察到的现象称为光的反射定律。所以只要超人知道这个光的反射特性，他就能计算出来要以什么样的角度射出眼睛的光线，击败即将偷袭他的怪物了。听着听着，麦麦想起在前一堂课中学习到的知识，我们之所以看得见东西，是因为有光线从物体那端射入眼睛。不过超人从镜子中看到的怪物成像，应该不是因为怪物的光线从镜子里面射出来进入超人的眼睛吧？因为光线不会从镜子里面射出来啊。那么为什么从镜子里面看来会像是物体中在镜子里面呢？要解答这个疑惑，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光线怎么从怪物身上的 A 点透过镜子反射进入超人的眼睛吧。首先，在亮光下，其实充斥着各种不同角度前进的光。这些光线照到怪物身上的 A 点后，会再从 A 点反射到镜子的那端，并且这些光线都遵循着反射定律，被反射进入超人的眼睛。如果把这些反射的光线轨迹向后延伸，会发现这些射线相交于镜子里的某一个点。对于眼睛来说，从怪物的 A 点反射到眼睛的光线，看起来就像是从镜子里的相交点射出来的一样。根据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怪物身上的每个点都在镜子中画出相对应的位置，而这个镜中的像就被称为虚像。因为光线实际上并不是从这个镜子里的位置射出来的。麦麦恍然大悟，所以光只是从怪物那端反射进入超人的眼睛，并不表示真的有光线从镜子里面射出来啊。在麦麦还在惊讶的时候，狐狸猫已经把怪物与镜子间光的射线都精确地画出来了。画完之后，狐狸猫发现镜中虚像和镜面的距离与实际怪物和镜面的距离是相等的，而且狐狸猫还观察到镜中的虚像大小和怪物实际的大小是一样的。只是当真实的怪物举起左手时，
镜中的怪物反而是举起他的右手。麦麦觉得这个发现很棒，要将这个发现记录下来。荧幕前的你，能不能帮助狐狸猫们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呢？狐狸猫和麦麦觉得今天真是收获丰富的一天，不仅看了一部超人电影，还学到了许多光的性质。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邀请你来想想。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一、光的反射定律，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而且入射线、反射线和法线都在同一个平面上。二、在平面镜的成像中，物距会等于相距，而物体与虚像的大小相同，但左右方向相反。最后，和狐狸猫们一起脑力激荡吧。如果你想要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全身像，一定需要一面和身高一样高的镜子吗？